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赛斯资料的健康之道我们今天讲的是第1章的第2部分，也就是1984年的1月5号开始的从这里开始的第2部分。因为它这一章里头呢，它每一节又比较短讲一节呢太短，讲太多节呢又太长，所以说呢，我们就根据时间每次呢大概讲上2-3节的内容比较适当，因为它每一节的内容长短还不一确定。我们看看1月5号这天下午他们讲的是什么罗说今天早上我打好昨天课的字，直到10点30分之后才有空去写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内容他同时还在做这些工作的我也做了些安排，以便申报我们1983年的税。美国每年都要报税的在一年的年初就要报上一年的税。它进行的很顺，但我忘了时间。而当我下午到达330房间的时候，我的腿在抽筋儿。我告诉珍，对，他这一天其实挺赶的。今天的天气比较暖和，到了华氏36度，车道上的冰正在融化。昨晚和今天早上我都放了盐在冰上终于融化这个冰。真说今天下午他在等水疗，等了很久，他抽筋了很多次，他怕他的导尿管昨天已经够松了，而那他今天晚上必须就要更换了。他在水疗室短短的见到了他的医师，有位护士助手有趁空来拜访。他曾经受过伤，他说的这个护士的助手曾经受过伤，他跌倒而扭到或者拉到腿里面的钢筋，他原来就有一些钢钉在腿里面，他又复发了。现在医生预告他将有很长一段的这个复原期可能要很久。当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珍和我很快便注意到他的医生给他的负面的暗示，就是告诉他要康复可能需要很久，这是一种负面的暗示。他也告诉我们，另一位护士因为将背部扭痛而至少请假了1个礼拜，显然是他在试图捡起另一位病人的受的伤。他用把别人病人的伤来强化到自己身上，说别人都可以休息1个星期那我也可以因为我的这个腿伤要休息更久。这个使我们对于在医院里工作有所好奇对这些医院里工作的人很好奇，仿佛每个人迟早都会得病的他说这个好像每个人早晚都会得病一样。什么呢？因为在医院里大伙在这个大的环境里头对这种病症看得比较久，久而久之呢就接受了这种观点所有人都会生病，因为他看到太多的病人了他就担心自己有一天是不是也会生病真的午餐吃得很好然后在3点05分开始阅读昨天的课，他做得相当不错，虽然没有昨天那么好。然后在3点34分看完了6页稿子，不过他左手拿稿纸拿的没有问题。他说他的视力变化相当大，而他必须用力才阅读。当我给他点眼药水的时候，他的双眼通红视力时好时坏。到了3点45分，我读了一批进来的课给珍听，他告诉我他昨晚的一个梦栩栩如生，涉及他在走路这里面上一节赛斯已经说过他的这个好转，他在自己的脑海中去学习走路或者想象自己开始走路是对他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说你看他昨天就梦见他在走路，他在一条街的中央穿上了新的衣服，离开了医院，你看这都是好的。走过街进入一家5分一角商店还有他在头发里放进美丽的发饰。我说那个是非常好的梦，再一次的为走路的动作建好了舞台。他同意了，我回了一些读者来信。4点到4点11分，一位护士来测量珍的生命迹象，体温98.5。当所有一切都弄好而安静下来的时候，除了邻房的病人一个叫卡丽娜的在大声叫喊，珍说她想要上一节短课。下面是赛斯说的话。赛斯说，我祝你们另一个美好的下午他们说赛斯晚安。
然后赛斯直接开门见山就说，患癫痫的人往往害怕他们自己的能量就很直接就直接说得癫痫病的人是害怕自己的能量，他们不信任这个能量，也不信任自己的自发的那部分他说的这些人，他们害怕不去理他的话，自己的能量可能向外攻击他们，攻击他人。这是癫痫病的发病的他在讲他们的原因他害怕自己身的能量去伤害到别人，所以呢他们就利用能量短路这是一种说法或者一种表示让这能量短路就跟电流短路一样，电流短路会放出巨大的热量把电量迅速消耗掉，它会产生暂时令自己无助的这种癫痫发作让能量短路之后就会让自己的癫痫发作让自己无力很没有办法，自己控制不了。具有所谓的次人格的那些人，就是第二人格，所谓次人格就是第二人格，也害怕自己的能量，他们将这个能量分割，以至于他们看起来仿佛属于不同的人格他在解释这种经常会用多重人格甚至第二重人格的人，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也是类似于这种形象这种事情，他们害怕自己体内的一部分能量，然后他把它就分成另外一个人格了所以说呢，这个能量被有效的分割了。基本来说，在这种例子里并不存在真正的所谓的失忆的问题，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他们是一个人格不了解另一个人格做的事情，所涉及的人一般都十分觉知他们的活动但是他说这里面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干了什么但是他会假装自己不知道，但他们以一种不连续的方式在行事，即是说主人格似乎并不以连续的方式去行事，却是破碎的，再一次的，仿佛是分开的。说这个主人格在做事情的时候是破碎的、片段的所以说呢，他就会觉得好像他记不住在这些片段中间或者是破碎中间发生的事情。对，但是他说其实他的整个意识是知道的，只是他告诉自己自己不知道，主人格不知道其他人格做的事情其他人格也不知道主人格做的事情，其实他们都知道。在这个心理上的手法，巧妙地阻止了所谓的主人格在任何一刻去利用他的所有的能量。他把自己的能量分成了2份或者3份，每一份都代表着一个独立的人格，而其实这个呢是他的主人格里面的能量的一部分他没有把它完整的用起来，他把它分开了每一份变成一个独立的人格了。有关的这个人假装自己对另一个人格的存在或者是活动没有记忆的他会假装他不知道其他的人格做了什么不过有些人格积蓄起来的能量积蓄他们的能量，因此一个人格往往展现出爆炸性的行为，或者做出仿佛与主人格的愿望相反的某些决定。他为什么有些多重人格的人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来他告诉你是因为他们展现出爆炸症的行为，或者跟主人格完全相反的这种决定好像变得是不可控了，这个多重人格的其他人格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可能展示不同种类的行为，而随则看来仿佛是许多决定是自己的一部分在自己的另一部分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就看起来就像一个能量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人格的另外一个人格做的这个决定他说实情往往并非如此，事实上主人格有能力表现许多不同可能的行为，但整个人格却被阻止而不能以其完整的能量或力量行事，正好相反，能量被转入到其他的管道里了。他的意思是说主人格他有很多的能量但是他的人格被阻止不能以其全部的能量和全部的
力量来行事，他必须把它拆分成很多个人格啊，分别来做。对，换句话说，这个能量呢被转入了其他的这个管道里头了。自己的所有的部分的确都是有意识的啊，这是他强调的。而基本上他们也觉知到彼此，虽然为了实用的目的啊，他们可能看起来是分开或者是孤立的。对，可能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啊，他们看起来是分开或者独立的，但是其实他们每一部分都知道其他部分的这个事情啊。然后最后呢，他来了一个评论，他说念今天的课里头专谈他的状况的一些部分给鲁伯听，念好几天，至少啊在可能的时候，这里头呢他把这部分给跳过了，就针对鲁伯这部分，因为不是这本书的内容，所以他就没有放在这本书里头。但是呢，赛斯建议他把这部分呢多给真念几遍啊。我也许会或者也许不会回来啊，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啊，他就该传递他就回来，不传递他就不回来了。但要知我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啊，只是变成了他这一本书的一个套话，他一直在说啊。他说好的，谢谢你。4点40分，我告诉真，我以为他会讲长一些，但他说他常觉得，如果他真的讲长的话啊，真的每一次都像以前讲的那么长的话啊，他就觉得罗就再也不会打好字了啊，就是时间内容太多了。对，因为他还同时还要准备去把《梦演化与价值》完成啊，尽快的出版啊，所以说他不会在这个健康之道上占用罗太多的时间。然后呢，罗说我注意到在7点左右你就会开始紧张啊，这是这个真说的啊，真说的。他说他发现罗7点左右就开始紧张了。对，没错，到那个时候我会焦躁不安，而且开始疲倦了。对，但是我永远可以网开一面啊。他说虽然是这样，但是我还可以特殊的时候还可以打开的。如果你必须打长一些的课，你便不会对梦、见化业、价值完成进行任何事情。他补充说，也许是真的啊。真说，如果我上特别长的课，那你还要去打这个梦演化与价值完成，还得去打健康之道，那你就没有时间了啊。而且那个梦演化进化与价值完成就不会很早的去出版，只会越拖越长。所以说呢，真在这个时候他既体谅罗，因为他观察到罗1到7点多就有点焦虑啊，身体出现疲倦了。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病房一般从中午或者是上午最晚的时候也是下午过来一直待到晚上，对，确实是有点疲惫了所以说真还是非常体谅罗的我也常想到要常常念昨天的这个绝佳的课文给他听。他说的可能是昨天的那个内容昨天内容就是1月4号那一节作为一个提醒。对，然后我们接着看1月6号星期五下午4点22分，再一次的今天很暖和。当我离家去赴330病房的时候，大概是38度他说的都是华氏度。真没有问题，虽然说他在水疗之前又等了很久，事情有些紊乱，或许是太忙碌了，真因水疗的状况而心情不佳。等了半天，新的人员抬他起来，但不知如何去做新的人员不熟悉等等。我自己也见到2位新护士或者护士的助手，有一位在他自己的治疗后也来探视真一会儿真说他看来不太好。我自己的理论是，在那儿工作的人不久之后也会对工作生厌，然后为了得到给有薪给的这个有薪水报酬的休息或者休假而生病他说这变成了一种潜在的一种模式，就是他们想带薪休假，那他们就会把自己弄生病这个是呼应赛斯在1月4号那节课里想说的内容小孩子会承认自己是故意生病的，但是大人羞于承认这是他想说的点。不过真的午餐吃得很好，虽然他有些痉挛
啊，开始有点痉挛了。我告诉他，我的这个身体的发痒啊，自昨天起已经减轻了相当多了。我在回答他有关医院的新闻的时候说，只有一个答案。然后真说，我知道，那也是我试着想做到的。我补充说，那是甩掉那些地方所有基本负面性的唯一的方法。有时候我会好奇，针对那一点为什么没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令他的身体自愈得更快些，以使我们可以出去啊。他的想说的意思是说，他说你既然已经可以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信念了，你也有能力开始让自己慢慢的痊愈，你为什么不能快一点好呢？为什么不能自愈的更快一点呢？早点出院呢？为什么还天天在医院里呢？然后3点16分真开始读昨天的课了。他做的相当好，比昨天好。他在3点25分读完了。当我回信的时候，3点36分，一位新护士进来量他的体温，华氏98.2度3点50分，另一位护士量了他的血压。真在1982年的11月10日上了一节课之后，到1983年的10月9日，10个月之后才上了下一节。它是中间隔了几乎是不到1年的时间从82年的11月份到83年的10月份。同时他在83年的4月20日入了院。他83年的4月份就是这个写书的时候前一年的4月份住院了。现在从4点开始，我念给他听自从他在10月份恢复上课以来的一些课的内容，在其中有许多有意思的观点，而我不想断掉那条线。真的确说了他想要上一节课。我们对他身体近来的缺乏任何大的动作都感到奇怪，就是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然后赛斯就来了。赛斯说，我再次祝你们午安在我们自己的书里头，有罪的自己的概念将不会占主要的地位，但我们一定会深谈被形形色色的宗教所抱持的对许多人不利的这些观念。赛斯意思说，我不会谈太多的有罪的自己的内容，但是我会谈这些宗教的一些所谓人天生有罪的这种观点我会谈很多这个内容一定会使许多人感觉到自己的确有罪，而非被祝福的一些观点。他这个破折号其实是想这些来强化什么叫这些对人不利的观点的对，赛斯说我们不会讲太多有罪的自己，就是原来在神奇之道里头赛斯讲的内容，讲真的有罪的自己。对，但是赛斯说我会讲很多跟宗教有关的，会把那些负面的宗教的那些信息和信念从你的生活中把它给改变过来。自己的确是被祝福的而光是提醒人们那个事实，便常能去除负面的信念，尤其是如果他们不是太根深蒂固的话赛斯说，仅仅是告诉人们他们是被祝福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信念的传递，都会对这些人的负面信念起到清理的作用。就这么简单就能清理他的负面信念了。对，前提是他不能太根深蒂固太根深蒂固也不行，不能简单的就这么一句话就能清理到他的负面至于讲到鲁伯的动作为什么不大的时候，身体是跟随他自己的节奏的身体有自己的节奏。他有时呢，一方面涉及明显就能看到被人注意到的这种运动和活动，同时另一方面他可以说是在内在在运动他不是在外在运动，为其他稍后的运动或者动作预做所有的准备他说为什么鲁伯最近动作很小，不做什么动作了，他告诉他们鲁伯在内在在做一些事情在做准备的。举例来说当鲁伯喂他自己的时候，就吃饭的时候纵使为时甚短
啊，就时间虽然很短，吃饭的人好像也很突然似的，但是那外在的进步跟随着许多内在的操纵，对，它是由内在的操纵来实现的，但直到那时为止，并未以那个特殊的方式连接起来。对，就是没有把内在的这种变化或者内在的操纵体现到外在上啊。他说没有连接起来。4点27分停顿，他说读一读这序列先前的某些课，也许会提醒你俩，从那些课开始，他指的是1983年10月9号以来发生的进步，因而邀请来甚至更新的进步赛斯建议他们去重新去读一读看一看先前的这些课程，也就是1983年10月9号后来发生的事情。他说你也能看到自己的进步，所以说你可以邀请这些更多的更新的改变到自己的生活里来。好的，下面又接着说他的套话，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等等。到了4点29分，我读这一节的内容给真听。我们认为赛斯对有罪自己的评论是来自于我今天早些时候念我去年10月对赛斯的问题给真听，关于在真的挑战里头有罪的自己可能扮演的这个角色他在谈这个内容跟真谈去年10月份的这些内容。然后呢，赛斯就听到了，就谈到了有罪的自己在4点45分，我想要活动真的右腿，当他仍仰躺着的时候，如赛斯建议我每天该做的，但他决定等我替他翻了身以后再说。我也用欧蕾的这个油一种这个橄榄油按摩了他的脚趾，如赛斯曾经提到过的，左腿动得很好不是右腿动得很好他右腿是断了的真说摸脚趾令他的腿有感觉，一直上到大腿这种感觉，如赛斯说的那样。赛斯教给他了一个具体的康复的小办法就是用手去像按摩一样按摩他的脚趾也可以从他的指甲的两边开始做按压，然后也可以一直到脚趾的第一个关节但是就不要再往下了只做这样的一些动作，对这些腿部没有知觉的人会有很好的康复作用我们的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就是所谓第2代心理学大师埃瑞克森，他小时候就是完全的瘫痪不能动的他是通过受伤了，好像是我印象中他就不能动了，不能动，躺在床上，医生已经说这个孩子可能就不行了对，但是他通过意念一点一点的在意念当中移动自己的脚趾头然后再移动下一个关节，再让一步一步的重新学会了身体的运动，非常的神奇。对，所以这时候这个小练习还是很小的，这种康复还是很有用的。我在结束了给真的去催眠的按摩之后就是不让他睡着去催眠，在5点50分渐渐飘入午睡他自己却睡着了我记得昨晚的梦，睡醒之后我形容给真听，并且说我之前就想这样做了，以便如果赛斯想评论的话即可评论。我做了彩色的梦，梦见真重新弄断了他右腿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地方好几次。在梦里头真把自己受伤的这个右腿同一个地方就反复的给他刺激，那就不让他好让他继续这个弄断那个地方也涉及了保险的争吵，这还在他梦里头他说我闷闷的醒过来，最后必须从椅子上坐起来，吃了一些小苏打以便安抚我的胃，在那之后我睡得很好他在跟罗讲他晚上的这个睡觉的这个经历几分钟之后，真说那个梦可能与护士助手自己受损的腿上的伤有关他在说的可能是这个影响到他。在我进来的这一节里头
描写过给我们描写过在内部打了钢钉的那条腿，也可能涉及医生对他的负面暗示啊。然而真告诉我，昨晚他也有一个负面的梦，他见过一位妇人脸上生癌，在服用干扰素来治疗。那个女人告诉真，她真有与她同类的脸部的皮肤，附带着所有其负面的暗示啊，也会有。这听起来几乎像是真和我有着前后并列的忧虑性的梦。我们同意他们代表我们这边的恐惧，但并非真实或者预见的那样。对，他就想说的是这两个真和罗同时做了2个这样的梦，他告诉你这2个梦是有意义的还是反映出对他们对身体对健康的这种担忧这最终还是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2个人还是有恐惧嘛，还是同时做了2个梦先后脚吧。对，我们接着看在1984年的1月7号的内容所以这个就结束了这天是星期六下午4点11分今天比较冷，当我离家去330病房的时候是28度。今天早上我整理睡和梦进化与加值完成1个小时，没有人打电话来。我曾想象真在11点左右水疗之后回到病房，而当我到了那的时候，他说他直到今天中午才回来。在我抵达之前，他刚刚被换上新的绷带，并且翻了身。不过他午餐吃得很好，并且像是没有什么问题似的。然后他接着说2点45分罗开始处理邮件，而真开始读昨天的课。他迅速看过一阵以来最好的地方，而在那个2点55分就结束了真的很棒。对，就是他在说的3点钟丹娜进来倒真的这个尿袋，就如每个人称作的这个佛雷尚恩在3点20分量的他的体温 98.5 度，非常的好3点45分淋给真点眼药水你可以看到国外的护士真是什么都干的他有很多护工式的角色，就是护士助理其实就是护工，我们国内称之为的护工他会做一些很基础的工作而所有这些活动之间，当我们有安静的独处的这个片刻的时候，我就跟真提及我昨天想到的一个问题真说这是罗想到的问题。罗说，我说希望赛斯可以谈谈这个问题。问题是由昨天的课的笔记里我的一句话撩起来的。那个意思是说，有时候我奇怪真的身体，尤其是他身体的意识就真的身体的意识，为什么不干脆的接管到一个更深刻的程度他说真每个人都有身体意识，真有身体的意识，为什么这个身体意识不接管他的身体，直接让他康复，而明令他的身体甚至更迅速的疗愈治疗他自己，以便我们能够出院罗说，如果真有这么大的能力的话，为什么他的身体意识不能很快的把自己治好，让我们早点出院呢这是罗一直想问的问题他也一直想问赛斯的问题。我注意到当他今天大声的念出这句话的时候，真有一个情绪化的反应，而令我深思起来。就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情绪化的反应，对，让这个罗开始思考了那个问题包含了许多暗示，或许这样的一件事甚至会发生在像这样的一种地方。我说这是罗说的，如果它从未发生过，那就表示身体意识永远屈从于人格之其他受宰制的部分。对，他说如果就是他如果不能快速的恢复那就证明是什么？他的这个身体意识还是永远屈从于人格的意识的，就是他不能起主导性的作用这是他想说的。其实事实也是这样身体意识虽然很厉害甚至可能看见他自己的死亡接近当中，但却对之束手无策。这是罗说的罗说，如果
啊，到目前的来看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局面。什么局面呢？就是你的身体意识并没有完全的发挥作用，它仍然受你的头脑的影响，仍然受你的自我意识的影响啊，它并不能接管你的身体，直接把你康复了啊。然后他想问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意识很聪明、很厉害、很智慧，那为什么还有的人会生病呢？他大概想问的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罗说我也提醒真，我们想要赛斯谈谈啊，前天晚上我们负面性的梦，就是他们两个同时啊一前一后做了2个负面的梦，我在昨天课程里描绘过的那个梦啊。然后赛斯就直接来了，赛斯说再次祝你们午安，然后他说赛斯也祝你午安。然后现在我们看赛斯介绍的这一节的啊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啊，他说你的身体意识啊，在其本身是充满活力的、生气的以及创造性的啊，就是充满生机的啊，充满生机的啊。身体之每一个最细微的部分都是有意识的，记住啊，最细微的部分都有意识啊，我们要记住啊，最细微的部分，努力向自己发展目标前进的，每一个小部分都向自己的发展目标前进。并且与身体的所有其他的部分是沟通的啊，就是你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是这样子的啊，最小的细胞都有意识。身体的意识的确是独立的，这是肯定的。到了一个很大的程度，其本身的防御机制保护它不受心智之负面信念的侵害啊，至少到一个很大的范围啊，就如同我先前提到过的，几乎所有人都通过一个所谓生病状态回到健康状态，而对于这改变是毫不知情、毫不知觉的啊，就是所有人都啊通过一个生病状态回到健康都有过啊痊愈的过程。但是呢，对于这中间怎么发生的，对于这样的改变呢，他是毫不知情的。在那些例子里头，身体意识的运作啊的不被负面的预期或者观念所阻碍。他想说的是，我们人其实经常会生一些病，只是你自己都没有体会和感受到，然后他就治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很多被负面的信息影响啊，信念所阻碍的东西，它是很简单、很纯粹的啊，就是能帮你就帮你的啊。所以这块我们就大概知道了啊。不过，当那些负面的能量增加的时候啊，就正常的话，你的身体意识是不受负面的意识影响的啊，对，不被他们所阻碍的，你的身体意识天生会设计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说可以说呢，当他们变硬的时候，他们就指的那些负面的信息啊，当这些负面信息变硬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确开始减低身体的天生能力。什么能力？就是治愈自己的能力啊。就负面信息啊，负面的这个思想，它不会说上来就直接影响你啊。很多人担心我有负面影响对我的身体是不是有损害啊？如果不是持续的高强度的这种负面信息，不会有很强的对身体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你还别忘了，你有一个身体意识，它会保护自己的，对，它会保护到自己不被一般的这种啊市面上的这些人所影响、所伤害啊。对，这就是啊，它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它可以降低啊，它可以减少自己的天生的自我的疗愈能力啊，就是疗愈他自己的能力。所以说一定要提防这些负面情绪和负面能量进入自己的身体啊，以及维护那个能量，让它保持在一个绝佳的力量和活力的状态之整体而无价的组织啊。就是把这个整个世界连通在一起啊，虽然它在里面对每个人都起到自己的作用啊，但是对我们还是维持在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的整体的价值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是我们天生的能力，就是首先是治愈自己，第二个就是把自己维持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下啊，是一个整体啊，
这是我们天生就有的也可以说是你的身体意识作用。也有些时候，不管一个人的恐惧或者疑惑，身体的意识却升了起来，在一种突然的胜利里头丢开了一种病况。这种事情会发生，经常会发生就是突然间某个人就类似于回光返照一样，或者身体突然就变得非常的轻盈，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不符合医学的常识和常理。在一般发生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是什么呢？对，在这种时候所涉及的个人也开始质疑这种负面的信念，此人也许不知道如何将他们扔开或者即使他想那样做，至少到明天的例子里头，身体意识升起而摆脱了他的桎梏这种桎梏把它要摆脱。什么意思呢？他想说的这块就是在很多的时候，有些人生得很重的病，或者是可能我们都已经说这个人不行的时候，他会有一段时间身体异常的机能位置异常的活跃和异常的这个生机勃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突然的胜利就是疗愈自我的这种突然性的胜利，对，维护保持在一个绝佳力量和活力状况的这样的一个整体而无价的组织的这种成果上，身体的意识却升了起来。对，不管你有时候恐惧或者是疑虑身体的意识也开始就要升起来了，在一种突然的胜利里头丢开了一种病况。对，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有突然就会觉得自己感觉很好，或者突然觉得自己的病好了我们有时候会这种感觉，我们病好没好我们自己是能感受到的对，突然有一天你会感觉我的病好像应该是好了，或者开始好转了对，这就是我们会经常看到的。他说尽管是这个时候这个人可能是恐惧的，也可能是疑虑的身体的意识却升了起来他虽然表面上还是有恐惧，还是有疑虑的，对自己的康复有恐惧有疑虑，但是身体的意识突然升了起来，在一种突然的胜利里丢开了一种病况。在这个时候你的病的症状都没有了，病况就是病的症状都没有了，好像你痊愈了一样他想告诉你这种事情是可以发生的他为什么举这个例子？他想告诉你这种事是可以的经历过人是能体会到的。那这个可以的话，那你身体的康复那简直就太轻松了。不过纵使在那个时候所涉及的个人也开始质疑这种负面的信念了。对，他那个时候你的个人也开始质疑这些负面信念了就是你的身体突然好转了你的那些负面信念被你所质疑了。以前你是坚定的维护的那些负面信念的，现在你开始质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有的突然的回光返照，让你对生命对自己有了一个更大的信心和认知觉得自己可以。所以说当这个出现对这种负面信念的负面信息的时候对，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此人也许不知道如何将他们扔开，就是如何把这些负面信念抛开，即使他想要那样做，就在那些例子里身体意识升起来而摆脱了他的桎梏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回光返照也好，或者身体的意识突然起作用也好，进入了一种非常好的状态，而完全没有任何的病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让你摆脱的就是在你身体中有这种偶尔的这种回光返照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给自己坚定信心的这个时候。所以说他这口呢其实想说的是，真的身体经常是反反复复的，时而好时而坏的他就告诉真要抓住这种身体好的这个时间的节点好好利用它让身体的意识能够摆脱限制它的这种枷锁，这是他想告诉我们的
如果枷锁摆不掉啊，身体意识也会受抑制啊。然而，在具有自由意志之下，人不可能给身体意识完全而清楚的主权，因为那会否定很大部分的抉择，并且切断了学习的一些面向。这里头他说的更直白啊，因为在自由意志的存在下，我们不可能给身体的意识完全清楚的主权啊。什么意思？自由意志要掌权啊，就是你决定要干嘛，你有完全的自主权，你要吃什么，你要喝什么，你要做什么事情，这是你完全的自由，这就叫自由意志啊。这个自由意志永远是占上风的，而不能让身体意识完全的当权。你说身体意识既然这么好，可以让自己不得病啊，一直可以康复，那为什么不能让它出来呢？让它好好来怎么说？来代替我来疗愈我自己的身体就是不要让我的这个主观的自由意志起作用，让身体的意识起作用。而他告诉你不可能的不行的不是说你想就可以这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样就否定了很大部分的这个抉择就是你自己不选了，你没有自由意志了，你让身体意识替你做生活的选择了，怎么对它更有利了？就是完全听从你身体的变成了一个身体的附属或者附庸了所以说你就否定了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做抉择的部分了。你觉得这个不如让身体意志来做更好不是的，还是你来做比较好并且切断了学习的一些面向。对，因为比较简单嘛，对你的这个对他就不用去学习了对，因为身体意识都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你的这个自由意志好像没有遇到任何的挑战，你就不会有任何学习的这个动力了对，而且你就不会再去深究很多问题了不过呢，身体意志本身主要方向与征兆永远都是朝向健康的。他说你知道和不知道都不重要，你的身体意识永远是把你朝向到健康的方向去发展的，表达及完成的这是表达和完成。什么意思呢？他想告诉你的是，身体意识虽然不能完全的做主，它一定在自由意志的这个之下它不可能说完全的由身体意识做主，那这样的话人确实是不会得病，如果完全由身体意识做主。但是他说不行，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我们不能在影响你自由意志的前提下有一个更高级别的东西可以这样做那样做，它不可以既然是有绝对的这种包容性那就一定会包容，或者是一定会呈现给就是让身体意识不掌权，让自由意志掌权这就是他想告诉我们的这是很多人一直问的，为什么真不能快速的康复，或者是我们的身体不能都像安妮塔一样迅速的恢复？对，这里面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身体意识的运作一定是在自由意志之下的虽然说身体意识有自己很强的自发性和自主管理能力和自我的这个发展，但是它仍然会受这个限制。对，但是他说不论这个你不论它是什么你不要管它的这个身体意识到底是不是能不能掌权，到底能不能自己做主，这个都不重要。你要明白的是，你的身体的意识它一定是朝向健康的，朝向表达的和完成的这三个是它的特色。对，就是身体意识你不管它它也是让你更健康，让你更多的表达和让你实现你的价值完成就不一定非得你意识到它存在它才起作用，你意识不到它也起作用
他说细胞们甚至身体更小的面相啊，都在相互作用、沟通以及合作啊，并且分享彼此的知识，很有意思啊。因此身体一个粒子知道在所有其他部分发生的事情啊，故此那个令人惊异的组织通常是以一种平顺的自然的方式在运作啊。他说神奇的是你感觉不到这些变化，感觉不到有个身体的意识和有个自由意志，他们之间在相互切换，你是感觉不到的。对，然后呢你感觉到他们是以非常自然的方式来运作的。对，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的身体意识和自由意识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协作和合作的关系啊。平顺自然的这是正常的。在你们的社会里被认为负面的许多身体要件，比如说你们认为病毒不好，举例来说，今天是不是仍然是面对觉得新冠病毒不好啊？对，反之本应该作为自我改正的设计啊，正如发烧实际上是增进健康而非阻碍健康的。这里谈到了病毒也是这个同样的意思就是人们一般都会把有些东西认作是负面的身体事件而在你的身体意识里头，它没有这个概念，身体意识不会认为什么是负面的，什么是正面的在身体意识里面，一切都是不同和有用的所以说有些病毒呢，它就是在发烧的时候等会儿我看这块他说不是就是在你这个病毒发作的时候，就是病毒进入你身体的时候，你会发烧。发烧实际上是促进你健康的，为什么？因为体温升高1度，那个病毒的活性就会降低4倍，我印象中。而你体内的这些杀病毒的这些不论巨噬细胞、白细胞、T 细胞或者其他的防病毒的细胞它们的活性会提升4倍就你体温每增加1度，比如说你从36度8变成37度8，又变成38度8，那这个时候呢，你想想，你4乘4已经增加了16倍的这个清剿病毒的身体细胞的这个数量了。对，但是呢，同时让你的这个病毒所感染的这个细胞，对，让它能够快速的下降数量急剧的下降。对，所以说这个发烧它是一方面降低病毒的活性，一方面提升杀病毒细胞的活性，所以这个一升一降可见这个效率敌我双方的这个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所以说发烧一般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康复的，而这个时候如果在你早早的就吃了退烧药了就不让自己烧起来，其实你是在帮病毒的忙你帮了病毒的忙。这时候呢，你会低烧时间会更长这个病毒是战胜起来就会更增加难度因为它本身高烧就是来帮助你能够去杀病毒，可是你先把烧给退了一直维持到36度左右，那你这个就没法利用身体天然的这种机制去杀灭病毒了你想想，你这个病毒减少4倍，然后你的这个兵力再增加4倍这是1度就是这样。如果2度呢？如果你正常体温36.5度，如果你发烧到38.5度的时候，对，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呢？你的病毒减少了16倍，但是你的杀病毒能力增加了16倍，那这个一个强弱的对比就非常的明显赛斯举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认为是一些负面的东西不论是病毒或者是病毒引起的发烧还是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是增进我们健康的，但是我们却认为不是它是不好的。所以有很多药物是专门治疗发烧的一般来说，发烧在39度5左右之下的时候是可以如果没有基础疾病，没有其他的并发症的话是可以发一次烧的
但是不要太高啊，39度左右就可以了啊。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已经处在一个非常良好的帮助你杀灭这些病毒外来入侵的这个作用。对，所以说这是我们要明白啊，我们认为那些负面的东西不是的啊。所以说你觉得发烧不好，其实发烧正好是通过自发的这种体温的提升来帮助你的啊。身体意识之主要特征啊，就是其自发性啊。身体意识的特征就是自发性，而你头脑逻辑可不是自发性的啊，是有非常强的逻辑和思维能力的啊。说记住啊，身体意识的主要特征是自发性的，这个允许它以一种不可置信的速度来运行。那是心智最顶级的有意识部分无法理解的，这是人类的意识是理解不了的啊。他们是身体意识是怎么传递信息和怎么运作的？他们的运作乃由一种几乎是瞬间的意识，在其间知道的东西就被知道了啊，很神的。而在知者与所知者之间，可以说是没有距离的啊。它就是这么神奇啊，就是这么神奇。对，因为身体意识靠自发性来运作，而这种自发性它做了一个解释，就是它是一种不可置信的速度来运作，就是它没有时间的限制，它也几乎不用速度啊，就是同时瞬间啊就实现了。对，瞬间的意识啊，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人类的意识虽然在自然界中算是顶级了啊，跟其他的生物相比，但是你还是无法理解啊他们的这种自发性所带来的啊这种冲击力啊，就是直接是一种怎么来形容它啊？就是身体的意识，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在量子的状态下的在工作的一套机制啊，它不能用我们传统的三维的人的逻辑去生搬硬套的理解啊。我知道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在讲量子力学，但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啊，那你的这种自发性，身体的自发性是出不来的啊。你非要有意识的让他去做这个事情，对身体更有利，好像是在帮助自己，其实你在抹杀他的自发性啊。他的自发性厉害到什么程度？就厉害到可以达到在量子里面就所谓叫量子纠缠，它是超越了所有的时间和空间的这种概念啊。对啊，实现了这个超越了时空，所以他告诉你就瞬间就完成的。这块呢他没有展开讲，因为他也不方便展开讲，但是我们大概明白意思就行了。对，就是身体的意识非常的厉害啊，有非常强的通讯沟通能力，但是偏偏我们人类的意识很难理解它，因为就是他刚才说了，它的信息量太大了而且是瞬间完成的，而我们要想通过一句一句的把它说出来还是有难度的所以说在知者，就是传递知识的人和所知者就是这个掌握知识的这个人和想学习知识的人他们之间是达成了一种瞬间的没有距离的交流它这里头很难用语言描述。对，就是一个人想传递给另一个概念的时候不需要距离不需要媒介就通过心电感应直接实现。而这个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它就是量子纠缠所以说它是跨越了时间和距离的。而这里头呢，他也说了同样的话可以说是没有距离的。这就点明了我们的身体意识，它是以量子的方式或者量子态的方式在运作。这样的话，你更好理解它的运作机制他说，看见我们每天都知道的这个动作，以及所有身体的感官，都依赖于这个内在的自发性。对，就是你看见一个东西，眼睛看见一个东西这件事情，你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而本身它并不简单你一眼看见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对吧？那这个
在你知道和就是知和就是比如你看见一朵花吧，它在5米开外，这个5米对你来说是有距离感的，对吧？这叫距离。但是呢，你一看这个花一进到你的眼睛里，好像没有经过任何时间啊，同时的你就知道它是一朵花啊，你不需要一个距离啊，或者是穿越一个距离才知道它是一朵花，只要你看见它，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啊。当然，假设你认识它，如果不认识，你也能用你熟悉的东西去描述，或者用你熟悉的语言去描述它。但是你看见它这件事情，就这个看见过程本身啊，它是超越了这样的一个时空的距离的啊，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啊，传统的科学认为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是因为光线透过瞳孔传到达到视网膜上等等这些啊，这是我们传统的观点，但是其实它本质上不是的啊，它更像是一种量子态的状态。对，它所有的身体感官，不光是你的眼睛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这每一种都是依赖于这种内在的自发性的。这他想告诉你这种自发性有多么重要啊，要重视这个自发性。对，所以身体意识的特征就是自发性啊，记住它是自发的。他一直强调这个自发性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告诉你说，你在日常生活里头是不能让你的身体意识这个做主的啊。前面不是罗和一直问赛斯吗？为什么不能让自由意志为什么不能让你的身体意识啊来掌管啊，发挥更大的作用，让真的身体早早的就快点的康复啊，1天就出院，这多好。而赛斯啊非常耐心的跟他解释了这个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啊，不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他的解释的很细啊，原因就是不可以啊，因为你的身体意识跟你的大脑思维意识它的工作原理就不一样啊，工作状态不一样，工作频率啊性质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日常生活中啊还是由你的自由意志为主啊，身体意识为辅的啊，所以说没有办法，那你想让它发挥更好的作用，只能让你的自由意志啊发生一些改变，然后进而呢让你的身体意识松绑，才能让你的身体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啊。我们看评论啊，赛斯开始评论了。赛斯说，你俩的负面性的梦，他终于帮他解释前天他们做的梦了啊，都表现了剩余下来的疑惑和恐惧啊。他说你们还是有疑惑还是有恐惧的，就是对这个病本身啊，你们觉得这东西行吗？你让我去治疗自己的病，或者让罗去来疗愈这个针，或者让针自己疗愈自己，就这么简单吗？啊，他有点不太敢相信啊。对，这是第二个呢，他怀疑和恐惧是怀疑自己的能量和恐惧自己的能量啊。他怀疑我自己能量行不行，能不能做到这些啊？然后呢，又恐惧自己的能量是不是可以被管住啊？是不是可以乖乖听话，而不是说这个能量四处捣乱和撒野，这是他自己的认为，其实是不会了啊。自发性会有自己的秩序的。但是人会担心自己的自发性完全释放出来，如果没有了约束之后，人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啊，做很多很多坏事或者丧尽天良的事情啊？不会的啊。对，他说你这个噩梦啊，这种负面的性的梦，其实是你对自身能量的怀疑和对这个自发性可能会闯祸的这种恐惧啊。以及会发生任何事前之最糟糕的而非最好的结果的旧的观念。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先把坏事都想好了，这样的话呢才有这个万全的准备啊。所以说任何事情发生之前，你是先想最糟的还是先想最好的？对，他这个是给你提一个醒。那我们当然要想最好的结果了啊，不要被那些世俗的人的教育所影响，说我们要把坏事想在前面啊，所有可能最坏的结果都考虑到，这样不必要啊。他说鲁伯眼睛的这个动作啊，以及他视力的持续的改变，指示了另外一种的进步啊，发生在环境系统以及身体的其他结构里面啊，其他部分。
说真的眼睛恢复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啊。眼睛我们知道知道他现在想阅读的意图就阅读，理性并不需要告诉他如何去做啊。他再继续说看见这个动作啊，对，当人有想阅读的意图的时候，眼睛就会去看就会去读了，自动的对，但是理性并不需要告诉他如何去做，就是你不要告诉他到底怎么去干对，他让他从更高的维度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去指挥他。就理性，你记住，在这个时候你并不如这个处在量子态的这个身体意识更智慧，而且差得很远。所以说你不要去告诉他对，你只要去做就行了。到底不要告诉他去做，你只要有这个明确的目标就行了。你想阅读就阅读，你想干嘛就干嘛但是不要去那个影响对，以同样的方式，简单而温和的让他跟他的腿说话这是赛斯的建议，就让真跟自己的腿说话，用温柔而简单的方式说话，告诉他们想再走路的意向，就是告诉自己的腿我想走路要跟腿说话。正常行走所涉及的运动会开始回来的说这样的话真会慢慢的恢复到自己的身体，因为他其中有一个梦就是他走路的事情他们现在就开始在回来了赛斯再次肯定真很快就可以下地走路了正当我想问赛斯的时候他就说这一句话，有些日子他的眼睛不如在别的时候那么容易看书，有的时候真看不了书他的眼睛很不稳定时好时坏的，属于这种状态，特别像他的身体也时好时坏而在这些日子他们只不过是反映了一种不平顺，就是不顺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当他们在准备自己更长一步步的时候，这同样也发生于身体的其他的部分就是他指的是这个眼睛看书的事情他表现了他们的一种不平顺就是这眼睛的问题当他们在准备自己更进一步变好的时候身体也会同样的发生变好。他说他们是一致的眼睛的问题也反映出他身体的问题，他眼睛如果变好了，身体也会变好。他想告诉大家是这个意思他们是一套机制在驱动的。对，所以说真的眼睛的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也暗示了或者给了我们一个指示，他的身体其实也是一样的时好时坏的。在4点35分停顿，在这个特定的时候，以一种几乎是抽离的方式来想象自己在走路他在教真怎么做要用抽离的方式想象自己在走路。什么叫抽离的方式？就是以第三者的角度观察的方式来看自己走路，告诉自己走路他这是的确是一个好的办法虽然不要太过认真，却是轻松的做赛斯再次提到就是做这个事情想象自己在走路的这件事情不要太认真，就像玩的方式做一定要轻松。如果你紧张你认真为了达到尽快康复的目的不停的做练习，不停的做这些效果并不好它不会像你想象的一样所以一定要轻松的去做现在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套话又开始我就不讲了。到了4点36分是我真说在我帮他侧转身之前，他又抽了根烟。我向赛斯进来建议的按摩了他的脚趾，结果很好。接着替他翻身之后，我用温和的前后动他的右腿，如赛斯建议的那样。断腿的
这个膝盖事实上动的是相当的自由。你看它有条断腿啊，它的断腿上面的膝盖，它另一条腿是不能弯曲的。但是呢，罗也会发现，哎，它明明是一条断腿正在康复中，但是它的右腿的膝盖是非常的灵活和自由啊，比那些没有受伤的腿啊那条腿还要好啊。对，然后他说我说是比左膝盖啊还要好太多了啊。真也同意这一点。事实上，当他躺着的时候，他的左脚阻碍了他的右脚和腿，但这个终将会过去的。对，然后真吃了顿好的晚餐，然后我再与他一起读了这个推文以后，于7点10分离开。啊，他说好睡甜心。对，这是这一章的内容啊，就讲完了。对，这一章呢，它重点讲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意识啊，身体意识它是怎么来运作的，然后为什么它不能出来当政，为什么不能让身体意识当主导？对，一定让你的自由意志当主导啊，这中间是有它很深的含义在里面的，它也让我们知道了啊，身体的意识到底运作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和机制啊。好了，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有神奇和美好的一天。